咁上兩個星期啦，都有同大家喺度分享咗3隻喺2023年值得考慮嘅港股啦，同埋3隻嘅收息股票嘅。咁如果大家係錯過咗上星期嘅影片嘅話啦，都可以撳翻右上角嘅感嘆號去到收睇翻嘅。咁就因為都用咗過去2個星期嘅時間啦，去到同大家分享咗啲港股嘅選擇啦。咁所以今日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美股嘅投資機遇嘅。咁就因為港股嘅利好消息都好多啦，咁所以暫時嚟講，今年美股以至係環球股市啦，都倒翻轉頭係跑輸過港股㗎。咁不過始終美股啦都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市場，而如果大家識得篩選嘅話咧，咁其實美股啦都有啲值得考慮嘅股票板塊啦，係值得留意嘅。咁所以今日啦都想同大家分享3個值得考慮嘅美股選擇俾大家參考。Hello， 大家好，我係 Graham，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第一隻值得考慮嘅美股啦，就係同一啲必須消費相關嘅股票。咁2023年投資者嘅焦點啦，將會由擔心高通脹、聯儲局需要大幅加息嘅情況，轉變成擔心經濟陷入衰退嘅憂慮。而面對住潛在經濟衰退嘅環境底下，咁投資者啦就需要篩選一啲防守型嘅股票去做一個策略性嘅投資。咁當中必須消費行業啦，對於經濟衰退嘅影響都會比較低，甚至倒翻轉頭啊，可以喺經濟差嘅時候錄得增長嘅一個行業。咁原因啦，係因為經濟轉差嘅時候，咁普遍消費者嘅消費意欲啦都會轉弱㗎，唔想使咁多錢喺一啲奢侈品，要量入為出，咁所以啦都會選擇消費一啲平價啲嘅服務啦同埋產品嘅，而必須消費相關嘅企業，亦都係可以因為咁而受惠嘅。講到美國必須消費嘅行業，咁其實可以大致分為3大類別嘅。第一係食物同埋飲品嘅品牌，包括大家熟悉嘅可口可樂、百事、Kraft Food 同埋 General Mills。第二類啦就係一啲零售分銷嘅企業，咁當中包括一啲大型超級市場嘅品牌，例如係美國好出名嘅 Walmart 啊，或者係 Costco 等等嘅。而最後第3類啦，咁就係一啲個人護理相關嘅用品啊，咁包括大家熟悉嘅牙膏品牌高麗潔啦，同埋 P&G 嘅，咁一啲日用品嘅生產商。好，咁講到投資喺必需品嘅策略啦，咁投資者啦可以因應翻頭先講到嘅3類必須消費板塊當中提及嘅個別公司股票去作出篩選嘅。咁不過如果你係冇乜概念話特別想買邊隻股票，又睇好呢一個板塊嘅話咧，咁亦可以選擇投資一啲追蹤住必須消費行業嘅美國上市嘅 ETF。咁當中代號 XLP 由 State Street 發行嘅必須消費 ETF 啦，會係唔錯嘅選擇。咁呢一隻 XLP ETF 啦，目前投資喺33隻同必須消費相關嘅大型企業㗎。而呢一隻 ETF 嘅成分股票啦，亦係大家耳熟能詳嘅美國大型公司啊。例如頭先提及過嘅 P&G 啊、可口可樂、Walmart 同埋 Costco 咧，都係 ETF 嘅10大持股名單入邊嘅。好，嚟到第2個值得留意嘅美國板塊，咁就係一啲醫療保健相關嘅股票啦。咁傳統嚟講啦，醫療保健嘅板塊嘅抗跌能力都比較高㗎，咁都會喺經濟衰退嘅環境底下，會係做得比較好嘅板塊。咁就以 S&P 500醫療保健指數為例啦，咁喺2022年期間啦，只係微跌咗3.7% 嘅啫，係僅次於資源行業喺2022年表現得最好嘅板塊嚟嘅。而正如頭先都提及過，喺2023年市場啦都擔心美國嘅經濟啦會陷入一個經濟衰退嘅情況，咁所以我相信啦，今年至少喺上半年，投資者啦都會繼續投資喺一啲防守型嘅股票板塊，咁當中醫療相關嘅股票啦會係價值型股票嘅一種。咁同必須消費品一樣啦，醫療保健嘅行業相對於經濟衰退嘅影響啦都冇咁大嘅。咁原因其實好簡單啊，咁就例如當你有病嘅時候咧，咁除非你真係山窮水盡，咁你都會啦喺可行嘅情況底下咧，係揾最好嘅治療方法啦去到醫病嘅。而因為咁，普遍健康護理相關嘅企業嘅議價能力啦，都相對比較高。咁就算近期嘅通脹壓力都令普遍企業嘅成本增加，咁有別於一啲增長型，例如一啲科技嘅行業，咁醫療保健嘅公司啦，都可以將大部分嘅成本咧係轉嫁俾呢個消費者，咁令到公司嘅盈利啦係可以繼續維持得到㗎。
好，咁講到呢個投資策略方面啦，咁同頭先提及嘅消費行業一樣啦。咁假如投資者啦係想分散投資喺行業之中唔同醫療嘅股票嘅話咧，咁可以選擇投資喺一啲追蹤住美國醫療保健指數嘅 ETF。咁其中市值最大嘅相關 ETF 都係由 State Street 發行嘅，代號 XLV， 專門啦係投資一啲大型美國醫療保健企業嘅 ETF。不過，如果投資者啦係想投資個股嘅話咧，咁都會建議翻投資者係買翻啲大型嘅醫療股票，咁其中包括嚟係 Johnson & Johnson 同埋 United Health Group 等等嘅。好，咁最後第三隻啦，我認為值得考慮嘅美股啦，會係股神巴菲特旗下投資公司巴郡 BRK。咁巴郡除咗有自己旗下嘅保險公司業務之外咧，咁相信大家都非常之清楚噶啦。咁公司啦，亦都會係投資喺其他唔同行業嘅企業噶，而好多普遍嘅投資者啦，都會係引以為鑑啊，去到參考股神對於股票市場嘅最新投資策略嘅。回顧2022年巴郡 BRK 股價嘅表現，咁相比起美國股票 S&P 500呢一個嘅大盤指數嚟講咧，咁 BRK 嘅表現啊都係大幅跑贏嘅。咁上年由年初至今啦，咁 BRK 嘅累積升幅係3%。咁相比起整體大市講緊係跌緊20% 嘅跌幅嚟講咧，係表現得相當可觀嘅一隻股票嚟嘅。而其中主要嘅原因係因為巴菲特喺上年啦係做啱咗個投資部署啊，咁就係不斷投資一啲資源相關嘅股票，咁令到佢嘅投資組合啦係可以旗開得勝嘅。不過回顧翻佢嘅投資部署，咁其實佢早喺2019年尾咧，其實就已經睇好呢個資源板塊嘅股票噶啦。咁喺大約2019年嘅第三季啦，咁佢已經就開始投資喺美國嘅石油股啊 ，Occidental Petroleum 西方石油身上噶。而其後啦，亦喺2020年嘅第四季咧，再買入另一間美國石油企業 Chevron 啊，雪佛龍啊，去到捕捉資源價格大幅上漲嘅投資機遇啊。早喺幾年前，當美股啦喺疫情之後反彈嘅時候，咁因為巴菲特嘅投資組合就相對冇個市升得咁勁，咁所以啦都有唔少投資者當時啦係批評巴菲特嘅投資風格已經係唔合時啊，太過保守嘅。不過經過上年嘅大跌市，咁佢再一次啦係用佢嘅投資智慧眼光咧，去到證明佢嘅投資能力。咁就因為2023年啦，都會係一個相對艱難嘅投資環境啊。咁我認為股神巴菲特旗下嘅巴郡股票啦，會係繼續大家值得考慮嘅選擇嚟嘅。好，咁今日啦都同大家分享咗3隻喺2023年值得考慮嘅美股㗎。咁你又同唔同意呢？咁歡迎大家啦去分享你喺2023年嘅美股心水清單啦。好，希望今日嘅影片都幫到大家啦。咁最後，如果大家啦係想支持我嘅創作，同埋想收到更加多獨家嘅資訊嘅話咧，咁都歡迎大家啦去 join 我嘅 Patreon。咁詳細嘅資料啦都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多謝大家收睇啊！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好，今集時間差唔多啦，下集繼續和你賺。